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回复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。那问一下 Nancy 和丈夫怎么认识？想听八卦，好像大家很喜欢听八卦。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认识。就是我刚来杭州，谁都不认识，然后某一天下班很无聊，我骑到电瓶车，然后就感觉继续做头发吧，我们就在理发店认识了。然后呢，我老公好像看上我了，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头发比较自然卷，很少其实去做头发了，然后后面我就是隔了3个月，刚好我生日那天我又去做了，然后我老公在想我再也不要你的微信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，然后就加了微信，然后他各种评论，各种你这好玩呀，这要不要吃烤肉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要不要去约个电影，然后就慢慢就这样相处了。在异国开启新生活，如何适应孤独感？学习一门和自己母语的语系完全不同的新语言时，有什么经验或者心得分享？这个就是我刚来中国，然后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我怕认识不了新的人，我就有自己的计划。我说我要是很无聊的话，我要去报健身房，健身房里面肯定会有认识新的朋友。然后学习新的语言这个事情嘛，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语言的圈子里。但是当然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也是没有太多的朋友，中国朋友在身边。然后我当时想到了，我可以去找一份兼职工作，比如说当服务员啊，或是奶茶店什么的。还有我身边的几个例子，我要给大家提一下。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到现在都学不好，因为他们就不敢说，怕别人嘲笑他们。你要大胆的说，你不要怕别人嘲笑你啊什么的。不可能，就是你已经很厉害，你学了一个新的语言，那说错了很正常呀。爱人的话呢，可能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会比较难，你要知道怎么克服这个问题。第一，可以在家自己自言自语；第二，你要记住了，别人在嘲笑你的时候是别人的问题，不是自己的问题，要大胆的说出来。埃及的爱情价值观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埃及和中国的爱情价值观还是区别很大。因为在埃及就是大胆的说出来，那可能第一次见面就说出来我爱你啊什么什么的，在中国是比较含蓄的。我老公我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可能就2次，一次是求婚的时候，一次我们在埃及隔了8个月没见到的时候。但是我觉得在埃及会经常说出来，比如说老公会经常跟老婆说，或者男女朋友之间我爱你，我想你啊什么的。在中国这边好像比较关注是怎么做的，就是做出来，我说出来是很少的。想问埃及姑娘的自我观是什么样？首先，埃及是首先看到外表，包括是长相、穿衣服，比如说行为啊，吃饭怎么样，绅不绅士啊，就从这个外表的所有的特征评估一下。看了外表之后，就是看这个人品。大不大方啊，是不是妈宝男啊，都是在考虑的范围之内。看家庭工作，埃及当然也有门当户对这个观念，但是要看人，因为埃及有一句话经常长辈都会说，就是意思是我们是买一个男人，不是其他的。关于埃及婚姻的话题，我做了一期节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大胆一点是吧？埃及人有处女情节吗？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大胆。埃及人不但是处女情节，还有恋爱情节。埃及男的会很在意女方有没有谈过恋爱，有没有牵过手啊，接过吻啊，因为埃及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，所以会很在意这些。既然男女关系非常保守，那肯定会有人问，那为什么允许去4个老婆呢？其实去4个老婆证明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保守，而且现在埃及社会几乎没有人去4个老婆了。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，在国内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至今是无法接受的或者适应？首先是吃饭发出声音，因为在埃及吃饭发出声音是被认为不礼貌的，因为不管是你吃饭，这个声音，或是吃面，或是喝水、喝茶这种，就是无法接受的。还有就是吐痰，我老爸差点取消婚礼，因为我老公的朋友在草坪上吐痰了，他就感觉
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？因为在埃及抽烟的人或者有痰的人，他们会精心的吐出来，不会到这个声音弄出来，或者去厕所弄出来，就不会当大家的面就做这个声音弄出来。还有就是开裆裤和坐月子。开裆裤我是无法理解，因为首先我觉得不好看，把这个东西露到外面。还有就是我一直很好奇，这小孩大冬天的这露到外面不冷吗？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也是无法接受。还有一个就是坐月子，坐月子这个事情我是无法理解、无法接受。就是1个月不出门，不能洗头，不能刷牙，然后不能吃冰的，然后一直在家待着，肯定很难受啊。我记得我当时出院的，我第2天就带着我老爸去医院，然后当天我出院的那一天，我记得我穿的背心被这些护士医生拦住了啊，不能这样出院了，你肯定要穿长袖啊，不能这样的，会着凉了。我当时就没有理解，然后我当天到家了，我们吃了肯德基，一家子人，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婆婆都在，一家人全叫肯德基吃了。是否流传着一些秘术用来保护自己？有，第一个是嫉妒眼镜，就是用来防止嫉妒眼镜。第2个是一个手上面也是有嫉妒眼镜，用来反弹不好的眼睛。还有就是拍拍木头，当你感觉别人可能要在羡慕或者嫉妒，你可以拍拍木头。还有一个就是Hamza Fush 来反弹嫉妒眼镜。还有就是玩过《刺客信条》的人应该都知道了，神庙里面都是烟雾。其实埃及人现在也这么做，每个礼拜5拿个炉子冒着烟在房间里转，到处熏，然后到人头也是转一圈，为了消除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埃及高中生像中国人一样是11点回宿舍吗？首先埃及没有宿舍了，我那个时候就是早上8点半到学校，然后下午2点半左右就已经放学了，回家。埃及有高考吗？当然是有的，但是埃及高考比中国这边轻松多了，因为我们只有2年的学习考试要合并起来判断这个高考的分数，所以相比中国来说是简单多了，然后压力没那么大。我到时候大家关注的话可以打个1，我到时候可以详细的做介绍。选择学中文获得了什么远超预期的结果吗？当然是有。第一个就是有了很稳定很好的事业。第2个就是完全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我。第3就是找到了很好的中国老公，他现在是广告摄影师，我所有的视频都是他拍他剪辑，非常感谢他。好奇 Nancy 对于中国国内各种假期的调休的看法。其实对我来说是挺好的，因为埃及那边是周6不上班，所以我在公司基本上可以摸1天的鱼。请问埃及人平时需要防晒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们用哪些防晒措施保护皮肤？其实埃及防晒就是去海边的时候防晒，其他的时间不做防晒。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喜欢晒黑的肤色，也当然不是完全是黑的那种，有点晒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在埃及觉得白皮肤比较土，其实埃及人基本上都是出生的时候都是白色的，就白皮肤的，然后后来就自己把自己晒黑了。想知道学中文的求学经历。其实我学中文我觉得是完全是缘分，我感觉我跟中国还是挺有缘分的，因为我当时其实很想学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，当时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就是完全去放松，不顾学校，然后我老爸帮我填那个志愿表，然后他第一个给我选了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，然后第3个他自己写中文，然后他当时就觉得中国是发展挺好的，未来肯定是中国，然后他就劝我啊，你要学习中文，中文很好啊，
然后当时我记得怎么学我好难，怎么画画我怎么学啊？这不是字，这是画画。但是后来我上课之后，我就慢慢就喜欢中文，喜欢中国文化，然后拿了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。埃及人会不会婚前同居？绝对不行，被抓起来会被打了，很严重。感觉Nancy身材很好，平时会做运动保持身材吗？首先非常感谢，当然是经常运动。我这个事情也是来到中国，我最大的变化就是爱运动。因为埃及女人平时其实不太运动的，男的运动比较多了，在埃及。然后我来到中国之后，我就热爱运动了，各种运动都尝试过了，骑自行车啊，或者在家里自己运动，或是跑步，还有游泳、滑板、冲浪，我都尝试过了。运动也是会带来一个幸福感，就是跑步之后就会感觉释放压力，然后心情挺好的。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还是要尝试各种各样的运动，肯定会有你喜欢的。我发现问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找到埃及老婆、埃及女朋友。其实找老婆这个事情是看缘分和性格，而不是看哪个国家的，并不是说你在国内找不到就去国外一定能找到。应该考虑到怎么把自己变得更优秀，选择才会更多的。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去一个国外的女孩是很轻松、很简单，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很多，比如说文化冲突、习惯、习俗、吃饭，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就是在埃及嫁给一个国外的人，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埃及的结婚观也是这种，找到当地的人比较好。我记得我当年我跟我老爸吵了2年，他才同意。所以跨国恋爱是很大的挑战，我看很多人都没有坚持到最后。怎么看待那些恶意的评论，或者有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？那些恶意的人，你不管做得再好，他们还是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了。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，自己做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优秀，就是最好的回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到评论区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